您各位常在门神画上瞅见那位满脸大胡子、专门捉小鬼的钟馗爷，威风吧，霸气吧？可您知不知道，这位爷在成神之前，那是正儿八经的大唐准状元，那文笔，那是惊动了文曲星的，那才干，那是能辅佐江山的。可就这么一位爷，怎么就放着好端端的官不当，非得在大殿上把脑袋往柱子上撞，非得把自己活活逼成一个冤魂厉鬼？这金銮殿里头到底藏了多少见不得人的猫腻？那帮满口仁义道德的权臣是怎么用一个眼神、一面铜镜，就把一个热血青年给生生逼疯的？今儿个咱就撕开这盛世大唐的遮羞布，给您爆料爆料钟馗爷那场惨烈到骨子里的职场自爆。咱们今儿个的苦主钟馗，正穿着那身洗得发白却将洗得挺刮的青色布衫，手里攥着那份沉甸甸的试卷，一步一挪地往这大唐权力的最核心蹭。您瞧他那步履虽说稳当，可那指尖儿微微的颤动，出卖了这位寒门骄子内心的惊涛骇浪。这哪是去参加殿试啊，这分明是去奔赴一场决定祖宗八代颜面的职场大辩论。可就在这里龙椅还有百十步路的时候，气氛悄悄地变了。您各位咂摸咂摸，这官场上的风向从来不是靠嘴说的，那是靠眼神儿，靠鼻孔里的冷哼，靠那袖袍拂过地面的声音传出来的。钟馗正低头走着，忽觉这周围的空气像是凝固了，原先还三五成群低声议论策论文章的考生们，像是被谁掐住了脖子，声音戛然而止。钟馗下意识的一抬头，正撞见守门的内侍监小太监那张妈的煞白的脸。那小太监原本正跟旁边的人哈着腰笑，一打量到钟馗这张脸，那笑容就像是数九寒天里的水，瞬间结成了冰，还带着一股子嫌弃的渣子。那眼神儿哪是看一个未来的状元公啊，那分明是看一只不小心闯进兰亭里的癞蛤蟆。小太监手里的拂尘漫不经心的一甩，正擦过钟馗的鼻尖，那股子廉价的熏香味道直冲脑门，熏得钟馗心里咯噔一下。这其实就是职场里最典型的第一印象预审，在您还没展示专业技能之前，那些掌握着门槛权力的小鬼们已经用先入为主的偏见给您判了半个死刑。您说这钟馗生的什么模样？据历代神仙通鉴里头记着，那是豹头环眼，铁面裘鬓，相貌奇异。用咱现在的话讲，这位爷长得确实是有点视觉冲击力，要是搁在深山老林里，那叫威风凛凛，可要是搁在这讲究温润如玉、风度翩翩的大唐官场，这就是大逆不道。他每往前走一步，那两旁站着的羽林军就仿佛要把腰杆挺得更直些，那眼神斜着往下瞟，嘴唇微不可察地撇了撇。这种冷处理最是杀人，他不骂你，也不打你，他就用这种集体性的心照不宣的疏离感，一点点地剥掉你的自尊心。钟馗是个聪明人，他能感受到那些路过他身边的世家子弟，虽然都穿着相似的官服，可人家那衣摆摆动的频率都带着一种高人一等的优越感。那些公子哥儿们用折扇遮着半边脸，窃窃私语声就像是夏天的苍蝇，嗡嗡的往他耳朵里钻，说什么此等形容，竟也敢觊觎鳌头，莫不是考官走了眼？您听听，这哪是讨论学问，这分明是职场霸凌的预演。这大唐的选官制度虽说名义上是唯才是举，可实际上在那唐六典和新唐书选举制里头，明明白白写着凡择人之法有四：一曰申，言体貌风标；二曰言，言辞辩证；三曰书，言楷法求美；四曰判，言文理悠长。您各位瞧见没有？这申字可是排在第一位的，这叫体貌风标，说白了就是你得长得体面，得像个当官的样子。钟馗这书读得再好，
那也只是排在第4位的判。在这第1道关口，他其实已经掉进了这套隐形规则的陷阱里。这就好比您去应聘一家跨国公司的 CEO， 您的 PPT 做得天花乱坠，逻辑硬得像钢筋，可面试官打眼一看您的长相不符合他们的品牌调性，那心里的天平其实早就歪了。钟馗站在那金銮殿外的白石阶上，看着脚下那盛开的牡丹，那花瓣儿开得那么娇艳，红得刺眼，在那一瞬间，他可能觉得自己就像这盛世里的一抹煤灰，无论怎么努力，都融不进这繁花簇锦的背景板里。这时候，大殿里传出一声悠长的唱诺：“宣，进士钟馗进殿。”这一声惊飞了公檐上的和平鸽，也把钟馗从那种近乎窒息的心理压抑中拽了回来。他理了理衣冠，那动作极其细微，他想让自己的脊梁挺得更直一些，试图用这种外在的刚强来掩盖内心的那种荒凉。可是，当他跨过那道高高的门槛，走进那深邃、幽暗又充满了威压的大殿时，他发现那些守在门口的官员们看他的眼神不仅有嫌弃，更多了一种看热闹的戏谑。那是权势者在俯视异类时的那种残忍，像是要把他身上每一个毛孔都拆开了研究。这种环境渲染下的杀人不见血，其实是在告诉每一个寒门学子，这宫廷，这庙堂，从来不是靠单纯的努力就能扎根的地方，这里有一套属于门第、审美和关系的复杂代码。钟馗深吸了一口气，他觉得胸口那股子热血像是被冰水浇过，却又在最深处燃起了一团愤怒的火。他不知道，这迈进去的每一步，其实都是在往死路上走。而那金銮殿上坐着的、站着的，那些自诩为文明化身的贵人们，正准备用最冠冕堂皇的理由，完成对他最后的人格绞杀。您说，这钟馗待会儿见了驾，那场职场答辩到底会惨烈成什么样？咱们且看他那第一声对答，又是如何惊破这金殿的虚伪宁静。这部分关于金銮殿外这种压抑、歧视的环境细节拆解，以及对大唐选官4试规则的现实映射，您还满意吗？是否有需要微调或者加重笔墨的地方？如果没有，咱可就要推开那重重殿门，看钟馗如何面对唐德宗和那群心怀鬼胎的权臣了。咱们接上回那沉甸甸的步子，钟馗这一脚跨进大殿，那是踩在金砖上，心里却悬在半空里。您各位想想，那大明宫的主殿，房梁高的能藏进云彩，四周的铜褐香炉里吐出的瑞脑香，把这整座殿宇熏得云山雾罩，像是神仙住的瑶池。可这烟雾缭绕，后头坐着的可不是什么慈悲为怀的活菩萨，而是掌握着天下生杀大权的唐德宗。钟馗低着头，只能瞅见自己那双磨秃了边的布鞋，在这一片绣龙画凤的华丽地毯上，显得那么扎眼，就像是一块粗粝的顽石，硬生生地闯进了这堆玛瑙翡翠里。这大殿里的静，静得吓人，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声咚咚地撞着胸膛。这就是职场里最顶级的面试气场，还没等您开口呢，这周遭的建筑、装潢，甚至是空气里的香味，都在无声地提醒您，您是个闯入者。这里的一草一木都透着一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高级感。这时候，高座上的唐德宗李阔微微侧了侧身子，那龙袍上的金线在阳光下一晃，刺得人眼睛发花。他漫不经心地抬了抬眼皮，原本是想看看这一届的状元郎是何等的人间龙凤，可这打眼一瞧，皇上那原本攥着御笔的手猛地哆嗦了一下，手背上的青筋都蹦了出来。您各位咂摸咂摸，这时候的殿庭上，空气瞬间就冷了3度。皇帝那眼神儿，哪是看臣子啊，那简直是看见了什么脏东西。旁边的老太监更是吓得一激灵，赶紧往皇上身前挡了半个身位，
那表情活脱脱是怕钟馗这张脸冲撞了真龙天气的晦气。钟馗虽然低着头，可他能感觉到那种排山倒海而来的厌恶，那种嫌弃是不加掩饰的，是从权力巅峰向下俯冲的心理碾压。换做一般人，这腿肚子估计早就转了筋，说话也得打了结。可钟馗是谁啊？他胸中装的是万卷书，笔下走的是惊雷雨。他深吸一口气，那胸脯一挺，就在这满遍的闲雾中缓缓开了口。这一开口，当真是平地一声雷，惊破了这金殿的虚伪宁静。钟馗针对那当朝的政弊，从藩镇割据聊到民生疾苦，从《礼记》里的王道大义谈到当下的盐铁税收。那词句就像是珍珠落玉盘，颗颗圆润，掷地有声；那逻辑就像是抽丝剥茧，把这大唐王朝最隐秘的病灶给翻到了太阳底下。据《旧唐书》里对这类策论的记载，这种才干本应是文采斐然，有宰相之姿。钟馗这一顿输出，那是纯粹的硬核技术展示，他试图用自己那无懈可击的业务能力去冲破那层厚重的由颜值筑起的冰墙。他每说一句，那些原本还想看笑话的文武百官耳朵就不由自主地支棱了起来。这就像是在一个极度看重学历和背景的公司里，一个出身草根的程序员写出了一段美得像艺术品、效率高的吓人的代码，让那些名门出身的架构师们都听得心惊肉跳。钟馗的声音在空旷的大殿里回荡，带着一股子不屈的倔强。他想证明给这金龙椅上的人看，这江山要的是能干活的手，不是要那张好看的皮。可您各位咂摸，这世间最扎心的事儿，莫过于您把心肺都掏出来证明价值，而对方却只盯着您脸上的那颗痣。唐德宗虽然听着这文章好，可他只要一抬头，看见钟馗那抱头环眼、铁面求毙的模样，心里就一阵阵地犯恶心。这就涉及到一个极其阴毒的职场逻辑——感官偏见。当一个人在高位待久了，他的审美观往往会异化为一种权力门面。在德宗眼里，这大唐的门面的是白衣胜雪、玉树临风的，得是让四方来朝时看一眼就觉得天朝上国气度不凡的。而钟馗长得太野了，长得太像是个干粗活、捉妖精的了。这种形象如果成了状元，成了大唐的门面，那不是丢了他老李家的脸吗？德宗的御笔在砚台里蘸了又蘸，那墨汁黑的化不开，就像他此刻的心思。他看着钟馗那上下翻动的嘴唇，心里想的不是这治国良方，而是在盘算怎么才能既不落个埋没人才的名声，又能把这长得寒碜的才子给踹出这个高端圈子。这种博弈最是令人绝望。钟馗越是表现的才华横溢，德宗心里的那股子别扭就越深。这就好比您去应聘，您的技术考核拿了满分，可老板却觉得您穿的衣服土，觉得您的方言重，觉得您这整个人往办公室一站，就破坏了所谓的企业文化。这就是硬核技术撞上了感官偏见的铜墙铁壁。钟馗在那儿挥洒自如，他以为自己是在攀登梦想的巅峰，却不知道他爬得越高，在那权力顶峰的人眼里，他这只癞蛤蟆就越是显眼，越是让他感到如鲠在喉。那些站在两旁的权臣，比如那主考官裴叔，这时候正像只老狐狸一样眯着眼，他敏锐地捕捉到了皇帝眉宇间那一抹不易察觉的嫌恶。这官场里的二把手最擅长的就是把老板的个人偏见合法化、扩大化。钟馗这一顿慷慨陈词，最后以一句“愿为陛下守万世太平”收了尾。殿里又回到了那种诡异的静，甚至能听见香灰落进铜盘的声音。钟馗微微抬头，满心以为会迎来一场雷鸣般的掌声，或者至少是一个赞许的眼神。可他看到的
却是德宗李阔那张阴晴不定的脸，还有那冷冷的一句：“文章倒是不错，只是这一个只是，就像是一把生锈的锯子，慢条斯理的锯开了钟馗所有的希望。”那种从云端瞬间跌落到泥潭的失重感，让钟馗那张原本就黝黑的脸瞬间变得铁青。他终于意识到，在这场名为公平竞争的电视里，规则其实从一开始就是为了排挤他这种人而设定的。无论他的逻辑多么硬核，在这些审美至上的诠释者眼中，他不过是一个走错了片场的戏子，一出不和谐的杂音。您说，当一个人的努力在偏见面前变得一文不值时，那种想把这天都捅个窟窿的愤怒得攒到什么程度？这部分关于才华与偏见的正面肉搏，以及德宗那扭曲的审美公关心理，您觉得拆解的还透彻吗？这种职场中唯能力论破灭的无力感，是否需要再加点更戳心窝子的描写？如果您点头，咱接着就看那主考官如何在那儿落井下石，把钟馗彻底推下悬崖。咱们书接上回，且说那金銮殿上一片死寂，钟馗那番惊天动地的策论，虽说还在大梁柱子间回荡，可那味儿已经变了。您各位咂摸咂摸，这时候最忙活的不是正中，而是站在皇帝下手那位斜着眼珠子揣摩圣意的主考官裴叔。这位爷在旧唐书里虽然也算个名号，但在这种节骨眼上，他演的可不是什么伯乐，而是一个把职场眼色学修到了骨子里的老狐狸。他原本正眯着眼，像是在品味钟馗的文章，可打从皇帝李阔那眉头一皱，御笔一顿开始，裴叔这心里头的算盘珠子就开始噼里啪啦的乱转了。这在咱职场里就是那种最会看风向的副总裁，当他发现大老板对某个能力极强的寒门苗子流露出一点点嫌弃的苗头时，他想的绝不是如何为人才辩护，而是如何把这抹嫌弃熬成一碗能置人于死地的毒药，好以此向老板表忠心。裴叔这老狐狸，他那双眼皮耷拉着，余光却死死地锁在德宗那张越来越阴沉的脸上。他看着皇帝那原本要朱批状元的笔尖在半空里画着圈，迟迟落不下去，他就知道机会来了。他不需要皇帝开口，甚至不需要皇帝递个眼神，他得抢在皇帝觉得尴尬之前，给皇帝找一个能把这满腹经纶的才子给踢出去的体面理由。这叫什么？这叫替主分忧，是职场二把手的终极生存法则。裴叔往前迈了那么小半步，脚底下的靴子底儿在那金砖上磨出一声极其细微却又极其刺耳的声响，这声音在这死寂的大殿里就像是死神的磨刀声。他微微弓着身，那几亮弯曲的弧度精准的像是用圆规画出来的，既显出了谦卑，又带出了一股子居高临下的优越感。他开口了，那声音不尖不细，却透着一股子黏糊糊的阴冷。他说：“陛下，钟生文章确实有几分灵气，辞藻也算得上老道。只是微臣私心想着，这大唐状元乃是天子门生，更是我盛世大唐的颜面所在。往后这状元郎是要替陛下出巡地方，接待外使的。外邦藩人不懂什么策论精妙，他们打眼看的就是我大唐的威仪。若遣此等相貌奇异之人居于鳌头，微臣恐四方夷狄笑我大唐无人，损了陛下的圣名，更坏了祖宗定下的身言书判的选举体统啊！您各位瞧瞧，这老狐狸多毒。他绝口不提钟馗的文章哪儿不好，因为他知道文章好到他驳不倒。他绕过硬核技术，直接攻击你的软肋，还把这上升到了国家荣誉、祖宗法度的高度。这就是典型的道德绑架式落井下石，他把皇帝心里想说却不好意思说出口的自私想法，给包装成了一副为国为民的赤诚模样。钟馗站在那儿，只觉得浑身的血液瞬间冷到了指尖。
他看着裴叔那张写满了伪善的脸，心里就像是被千万根细针扎过。这不就是咱现实生活里那些最恶心的职场套路吗？当您的业务能力无懈可击时，那些眼红的人，那些想讨好上司的人，就会开始在您的性格、您的长相，甚至是您的出身背景上做文章。裴叔这一番话，不仅仅是贬低钟馗的长相，他更是在给德宗递梯子。德宗李阔一听，心里那是长舒了一口气，心说：老裴啊老裴，你可真是朕肚子里的蛔虫。皇帝那原本僵住的表情，这时候竟然有了点松动，还煞有介事地点了点头，甚至还叹了一口气，装出一副非常惋惜的样子。这种君臣之间的默契，这种杀人不见血的配合，其实就是官场里最黑暗的共谋。裴叔见皇帝点头了，那底气就更足了。他转过身，斜着眼打量着钟馗，那眼神里哪还有半分对学问的尊重，全是不屑与嘲弄。他甚至变本加厉，当着满朝文武的面，慢条斯理的补了一刀：钟生，虽说你满腹经纶，可你也不掂量掂量，这金銮殿是什么地方？这状元红袍是给什么样的人穿的？你这一身虬髯，一张铁面，若是走在御街上，怕是要惊了大街上的妇孺，甚至冲撞了宫里的贵人。你空有忠君爱国之志，却不知自知之明四字该怎么写吗？这一声声质问，就像是一记记响亮的耳光，在大殿里回响。这哪是考试啊？这分明是当众的羞辱，是权势者利用话语权对一个手无寸铁的文人进行的一场精神凌迟。您各位咂摸咂摸，这时候的钟馗，他不仅仅是在面对一个裴叔，他面对的是一整套根深蒂固的以貌取人的权力逻辑。裴叔这番话，其实是把钟馗从人才这个类别里硬生生的拽了出来，扔进了异类甚至怪物的桶里。那些站在两旁的文武百官，有的低下头窃笑，有的虽然心生怜悯，却不敢多言。这种集体默契最是杀人。裴叔精准地捕捉到了这种群体心理，他知道只要自己带了这个头，哪怕钟馗再有理，也没人会出来替他说一句话。这就是职场里最残酷的现实。当二把手公开带头霸凌一个不受宠的员工时，剩下的所有人都会成为这场暴力的沉默帮凶。裴叔看着钟馗那因为愤怒而微微颤抖的胡须，心里满是快感。他觉得这一刻，他不仅维护了皇帝的审美，更证明了自己在权力体系中不可替代的洞察力。钟馗的呼吸变得粗重了，他感觉到一股腥甜味儿直往嗓子眼钻。他看着裴叔那张得意洋洋的脸，又看了看高坐在龙椅上，此时正装模作样翻阅奏折的德宗。他终于明白，这所谓的殿试，从他跨进宫门的那一刻起，就已经是一场注定会输的博弈。无论他的治平策写得多么精彩绝艳，在这些玩弄眼色学的权臣眼里，他也只不过是一件不合衬的衬衫，是必须要被剪掉的线头。裴叔那还在喋喋不休的嘴唇，在钟馗眼里变成了一个黑漆漆的洞，里面吐出的不是圣贤书里的道理，而是吃人不吐骨头的权欲。这哪是金銮殿呐，这分明是一座吃人的修罗场。而裴叔就是那拿着屠刀，还得在刀刃上涂满蜜糖的刽子手。您说，换作是您，站在那大殿中央，被这天下最有权势的一群人指着鼻子说您长得寒碜，不配为官，您是该跪下谢恩退场，还是该把满腔的热血洒在这白石阶上，跟这虚伪的世界来个鱼死网破？这部分关于主考官裴叔如何通过眼色学落井下石，如何把职场偏见上升到政治高度的拆解，您觉得够不够狠？这种二把手向一把手献媚，同时踩死绩优股的心理博弈，是否达到了您想要的那种炸裂三观的效果？如果您觉得味儿对了，
咱下一步可就要带您进入钟馗最绝望的时刻，那面让他彻底心死的铜镜。咱们书接上回，且说那主考官裴叔的一番话，活脱脱像是一盆带着冰碴子的脏水，兜头盖脸的浇在了钟馗那颗火热的报国心上。大殿里的空气在那一刻仿佛凝固成了生铁，沉重的让人喘不过气来。您各位咂摸咂摸，这世间最毒的损招，不是指着鼻子骂你，而是像裴叔这样，一边夸着你的文采，一边又像剥洋葱似的，一层层撕开你最隐秘、最脆弱的自尊。德宗李阔坐在高位上，微微欠了欠身子，那一脸的嫌弃已经从眉梢挂到了嘴角。他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好玩的把戏，对着旁边垂手待命的秉笔太监递了个眼色。那老太监心领神会，一溜小跑的转入屏风后头，没一会儿功夫，竟抱出一面磨得锃亮、直径足有1尺宽的镂花青铜镜来。这镜子在宫廷里本是给贵人们正官用的，可此刻它却成了这金銮殿上最冷酷、最荒诞的一件刑具。老太监把那铜镜举到了钟馗跟前，那动作轻飘飘的，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羞辱感。德宗李阔清了清嗓子，声音不咸不淡的在大殿里飘荡：“钟爱卿，朕念你才高，本欲重用。可你瞧瞧这镜子里的模样，即便朕赐你状元及第，你穿着那大红蟒袍，骑着高头大马游街，怕是长安城的百姓都要以为是山里的精怪成精，下山来讨债了。你自己瞧瞧，这模样，对得起朕这盛世的体面吗？”这话一落地，周围那些原本还在观望的文臣武将们，竟爆发出一阵低沉的、压抑不住的嗤笑声。那笑声就像是夏日里的毒蚊子，嗡嗡作响，刺得钟馗耳膜生疼。这其实是职场心理博弈里最毒辣的一招，强制自我审视。当权势者不仅在口头上否定你，还逼着你亲自去确认自己的缺陷时，这就是在摧毁你的心理防线，让你从灵魂深处产生一种我不配的错觉。钟馗颤抖着手，缓缓抬起头，视线撞上了那面冰冷的铜镜。在那磨平了岁月却照得人性丑恶毕露的镜面里，他看见了一张连自己都感到陌生的脸。那是一张因为愤怒而扭曲的铁面，抱头环眼，胡须因为急火攻心而一根根炸裂开来，像是一丛荒野里的荆棘。这相貌在乡野间被父老乡亲夸作威武不凡，在战场上能吓退虎狼，可在这一片脂粉气极重的金銮殿上，竟然显得如此狰狞，如此不合时宜。您各位得知道，在大唐那个讲究神采、封神的审美体系里，一个人的皮囊就是他社会身份的敲门砖。据《新唐书》记载，当时的选官流程极其看重身之风标，这种审美不仅是贵族的特权，更是权力的一种自我标榜。在那一瞬间，钟馗看到的不是镜子里的自己，而是他20年寒窗苦读，熬尽心血换来的满腹经纶，竟然被这寸厚的青铜镜给挡在了门外。这种绝望不是因为没能当上官，而是因为他突然发现，这个世界告诉他的所有道理都是假的。老师教他腹有诗书气自华，父老教他天道酬勤，可这面铜镜却告诉他，这一切努力在颜值和门面面前，轻的就像一粒灰尘。那铜镜上的龙纹在那宫灯的照耀下，仿佛活了过来，正张牙舞爪地嘲笑他的不自量力。钟馗的眼神开始涣散，他想起自己出发赴考前，妹妹亲手为他缝制的青布衫，想起家乡那一双双饱含期待的眼，那些人眼里的他是文曲星下凡，是家族的希望。可在这面镜子里，他只是一个被权力玩弄于股掌之间的笑料。这种心理上的破，让一个人的自尊心在极短的时间内经历了从膨胀到破碎，再到粉碎的过程。您各位咂摸咂摸，这哪是看镜子啊？
这分明是权力在对寒门子弟进行最后的基因清洗。裴叔这时候又凑了上来，他的声音在钟馗耳边悠悠响起，像是要把最后一颗钉子钉死。钟生，看清楚了吗？这不是陛下不给你机会，是你这张脸，委实是对不住圣恩啊！你若是个知趣的，便该谢了恩，寻个偏远小县当个主簿，也算没白读圣贤书。这长安城的繁华，这金銮殿的富贵，终究是留给那些神采俊朗之辈的。这话如同一把钝刀，在钟馗那血肉模糊的心口上又拉了一道。这种所谓的建议，其实是职场里最虚伪的排挤，把你边缘化，还非得说成是为你前途着想。钟馗眼角的肌肉剧烈的抽搐着，他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荒谬感。这个帝国最清醒、最有才华的人，正被一群最平庸却生得一副好皮囊的皮囊们审判着他的存在权。那一刻，钟馗的耳边仿佛响起了雷鸣，那是他内心深处信仰崩塌的声音。他看着镜中那个满面怒容的自己，突然想到了庄子里说的鸡人，那些因为形体奇特而被世俗唾弃的人，却往往有着最通透的灵魂。可在这讲究规矩、讲究体面的大唐权力场，灵魂是最不值钱的玩意儿。他感觉到一股热流直冲脑门，那是他这些年来受过的所有委屈，读过的所有辛酸，以及对这个虚伪盛世最后的反击欲望，都在这小小的镜面里汇聚爆发。这铜镜原本是用来照妖的，可今天他照出的却是一群披着官袍、生着人皮，却心比鬼魅还要毒的人。钟馗的指甲深深地扣进了掌心里，鲜血顺着指缝流了下来，滴在金砖上，红的那样惊心动魄。他终于明白，只要这面镜子还握在这些人手里，他即便立下天大的功劳，也永远只是一个冒丑的异类。这种从自尊到自弃，再到最后那股子毁天灭地的决绝，在那面铜镜的映射下，已经走到了无法挽回的边缘。您说，一个把圣贤书读进了骨子里，把忠君爱国刻进了魂灵里的读书人，当他发现这个国家连看他一眼都觉得恶心的时候，他还能剩下什么？那满殿的富丽堂皇，在钟馗眼里已经变成了一座巨大的刷金漆的坟墓。这部分关于钟馗在铜镜面前自尊心彻底崩塌，以及权力如何利用审美进行精神凌迟的细节，您觉得力道够吗？这种心理杀人的过程，是否让您也感到了一丝寒意？如果您点头，那接下来咱就得聊聊那些站在一旁，在这场悲剧里充当背景板的同僚们，他们那沉默而残忍的注视了。咱们书接上回，且说那金銮殿内的青铜镜，虽说照出的是钟馗那张铁面裘鬓的脸，可实际上那镜子背后的水深得能淹死人。钟馗站在那儿，两手攥得指缝生血，耳边是皇帝那带着嫌弃的叹息，眼前是裴叔那张得意冷笑的脸。可您各位咂摸咂摸，这殿里除了这一君一臣，不是还站着乌泱泱好几百号人吗？那都是大唐的栋梁，是跟钟馗一道过五关斩六将、同榜及第的文弱书生们，还有那些平日里满口仁义道德、礼贤下士的达官显贵。可就在这钟馗被颜值霸凌到骨头缝里的时候，这满朝文武竟然像是一尊尊掐了尖的泥菩萨，没一个肯吭声的。这哪是金銮殿呐，这分明是一个冷冰冰的职场看戏群，大家伙儿都揣着手，缩着脖子，用那种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的眼神，在那儿无声的围观一场天才的覆灭。这大殿里的镜，不是那种肃穆的镜，而是带着一种黏糊糊、阴森森的恶毒。您瞧那些站在钟馗身侧的同科进士，也就是咱们现在说的同期生，他们手里攥着象牙护板，一个个低眉顺眼，像是要把头埋进那织锦的官服领子里。可若是您细瞧，那领口上方的耳朵根子，可都是支棱着的。
这些人心里的算盘比裴叔转的还快呢。这在职场博弈里有个词儿叫存量竞争。大唐的官位就那么多，肥缺就那么几个，这状元及第的名额更是千载难逢。钟馗的文章好，大家心里都有数，要是真论真本事，这位冒丑的大哥能把剩下的人甩出几条街去。可现在好了，老板嫌他长得丑，二把手裴叔又带头要把他踢出局，这对于剩下的竞争者来说，哪是什么悲剧啊？这分明是老天爷开眼，硬生生的帮他们除掉了一个最强劲的对手。所以您看，那些原本该出来为同僚说句公道话的读书人，此刻全都成了演技派。有的在那儿装模作样的研墨，好像那墨滴里藏着长生不老的秘诀；有的在那儿盯着大殿顶上的藻井，仿佛那上头的彩绘飞天能掉下来跟他们喝酒。这种集体性的沉默，其实就是一种最残忍的杀戮。在《资治通鉴》里，咱们常能瞧见这种党同伐异的影子，而在钟馗这个节骨眼上，这种冷眼旁观更是把人情世故的阴暗面给翻了个底儿掉。这就像是公司里一个业务能力极强的同事，因为直性子得罪了领导，被领导在大开会时当众羞辱，底下那些平时跟他称兄道弟，指望他带路的人，这时候个个噤若寒蝉。甚至还有人心里在偷着乐，让你平时那么显摆，让你文章写那么好，这下栽了吧，长得丑就是你的原罪，活该你倒霉。这种环境就是典型的霸凌温床。当权力者带头行恶的时候，旁观者的沉默就是对恶行最好的加减法和催化剂。钟馗那颗高傲的心原本还能勉强撑住，可当他感受到这种来自同类的冰冷的背叛感时，那股子心气儿是真的泄了。他原本以为大家都是圣贤门徒，读的是诗书，讲的是礼义，总该有那么一个半个的硬骨头，敢站出来说一句陛下以貌取人，失之子语。可没有，一个都没有。那些平日里跟他一起在酒肆吟诗作对，夸他中兄真乃旷世奇才的朋友们，此时一个个躲闪着他的目光，生怕跟他沾上一丁点儿边，免得惹了一身晦气，丢了自己的前程。这官场里的交情，薄的就像那一层窗户纸，一戳就破，一吹就散。您各位咂摸咂摸，这群人的沉默里还藏着一种极其卑劣的优越感。他们虽然文章不如钟馗，可他们长得规矩，穿得体面，出身也大多是世家大族。在他们眼里，钟馗这个长得像精怪一样的寒门子弟，能走到这一步已经是祖坟冒青烟了，居然还敢肖想状元。这种出身和审美的双重优越感，让他们在心里已经把钟馗开除了人籍。他们在那儿看戏，看的是一个异类的笑话，看的是一个不守规矩的闯入者如何被这套百年不变的权力规则给碾碎。这种群体性的冷漠，比裴叔的毒舌还要让钟馗感到寒心。因为裴叔是敌手，而这些人本该是他的战友，他的阶层，他的信仰共同体。就在这死一般的寂静里，钟馗仿佛听到了那群人内心深处的窃窃私语。那是无数个声音在说，认命吧，谁让你长成这样？认命吧，谁让你没个好爹？认命吧，谁让你不懂得变通？这种声音化作了千万根细长的钉子，顺着钟馗的脚底板往上扎。他看了一眼那些低垂的头颅，看了一眼那些微微抖动的官服下摆，突然觉得这满殿的衣冠禽兽，竟然比野地里的魑魅魍魉还要让他觉得恶心。这哪是盛世啊，这分明是一座由冷漠铸成的祭坛，而他就是那个因为不符合祭品标准而被嫌弃，却又被围观着凌迟的可怜虫。这种群体性暴力最可怕的地方在于，它没有血腥味，却能把一个人的灵魂彻底抽干。钟馗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在变冷，那种冷是从骨髓里冒出来的，
是对整个人性、整个制度、整个大唐希望的彻底绝望。他不再看皇帝，也不再看裴叔，而是死死地盯着那些沉默的同僚。他在想，如果今天倒下的是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他钟馗会不会站出来？他知道他会，但这种认知的错位反而让他更加痛苦。这种职场里看戏文化的泛滥，其实就是权力的胜利。老板最喜欢看到底下的人互不信任，互相冷漠，因为这样的人才最好控制，这样的人才没有灵魂。钟馗那一刻的神情已经不只是愤怒了，而是一种近乎神性的悲悯和魔性的疯狂交织在一起。他看着这帮如履薄冰、活得像狗一样的才子们，看着这帮为了那点微薄俸禄和体面就把良知和公义踩在脚底下的权贵们，他心里最后那根弦终于嘣的一声断了。这面铜镜没能照碎他的自尊，裴叔的毒舌没能骂垮他的傲骨，可这满朝文武的沉默却成了压死他的最后一座大山。他终于明白，他钟馗和这个世界已经没有任何话好说了。这部分关于同僚沉默、看戏心态的深层拆解，以及这种群体霸凌对人性的摧残，您觉得是不是揭露的够淋漓尽致？这种职场中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凉薄，是否让您想起了某些似曾相识的瞬间？如果您觉得这劲到位了，那下一部分咱可就要揭开那唐德宗李阔的伪善面具，看看这位大老板的审美 KPI 到底是怎么把人逼疯的。这部分关于同僚之情的虚伪和名利场上的群体暴力拆解，您觉得满意吗？是否有需要再往深里挖一挖的地方？确认之后，咱就进入第6部分的审美 KPI 大案了。咱们书接上回，且说那金銮殿内的冷漠就像是一场无声的暴雪，把钟馗最后的一点热乎气儿都快给冻僵了。您各位咂摸，这底下人掐尖要强，看人下菜碟固然可恨，可这真正的罪魁祸首，还得瞧瞧那龙椅上坐着的那位唐德宗李阔。这大唐的江山到了他手里，虽说还没到烂透了的时候，可这位爷心里头那本账，跟咱老百姓想的可是天差地别。在咱们眼里，当皇帝的得求贤若渴，恨不得把天下的聪明脑袋都划拉到自己怀里。可在德宗李阔这儿，他这选官的 KPI 里头，竟然加了一项最荒唐、最非理性的权重，那就是所谓的大唐门面。这哪是在选治国安邦的宰相才，这分明是在给大唐这块招牌选模特呢。德宗李阔此时正微微往后仰了仰身子，那龙袍上的金龙在那宫灯下一晃一晃，仿佛也在跟着他那狭隘的心思一起冷笑。他在想什么？他在想，若是这钟馗成了状元，过几日那新罗、吐蕃、大食的使臣进京朝见，见了大唐的鳌头之首竟然是这么个恶鬼模样，那朕这万邦共主的面子往哪儿搁？这其实就是最高层决策中最致命的逻辑谬误，把视觉观感等同于统治尊严。德宗这脑子里想的全是那套虚头巴脑的礼仪美学。据《新唐书·德宗本纪》里头隐约可见，这位皇帝性情猜忌且好虚名，他对于秩序和完美的执着已经到了一种近乎病态的程度。在他看来，一个混乱丑陋的皮囊必然代表着一种不安分、不和谐的力量。钟馗的长相对他来说不只是视觉上的冒犯，更是一种对他那追求盛世和谐心理的挑衅。这就是职场里最怕的一类大老板，他不管你代码写得有多好，不管你方案能给公司省多少钱，他只在乎你站在年会上领奖时和不和他的演员，能不能让他发朋友圈时显得特别有精英范儿。这种审美 KPI 说白了就是权力的一种傲慢，它凌驾于才华之上，凌驾于逻辑之上，成了决定一个人命运的玄学。德宗李阔又瞥了一眼钟馗，那眼神里甚至带出了一丝丝的厌烦，
就像是看到了一件精美的瓷器上溅了一点紫苍蝇时。他开口了，声音不大，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冷酷。钟声，朕观尔之策论，倒也中规中矩。若是在往常，许个出身也未尝不可。然则状元者，乃天下士子之表率，亦是朝廷之威仪所系。而这般奇异之相，实在是有悖于朕所求之中和未遇。若真给了你这魁首，岂不是让天下人笑朕无识人之美，笑大唐无俊秀之才？您各位听听，这话里头藏着多深的讥讽？他把貌丑直接扣上了无俊秀之才的帽子，这其实是在进行一种极其阴损的词汇置换。他用这种方式把原本属于钟馗的技术分给彻底清零了，转而用一个他自己制定的解释权全在他手里的审美分来判了死刑。这种决策逻辑在咱们现代职场里也不少见。有些高层定规矩，那是拍脑门定的，比如非得要求员工得是哪个名校毕业，或者非得长得五官端正，身高1.8米。您问他这跟干活有什么关系？他会告诉您，这叫企业形象，这叫品牌调性。可他忘了，真正能帮他挡住藩镇割据，能帮他解决民生凋敝的，是钟馗胸中那颗滚烫的报国心，是他那支能写出安邦定国之策的笔，而不是一张抹了粉，只会唯唯诺诺的漂亮脸蛋。德宗李阔在这儿追求的完美，其实是一种极度的虚弱，因为他没信心靠制度、靠国力让四方臣服，所以他才得靠这些视觉上的包装，去撑起那个摇摇欲坠的盛世幻象。这种非理性的权重，实际上是最高决策者的一种逃避，他逃避了对人才本质的深度发掘，转而投奔了最简单、最肤浅的视觉判断。钟馗在那儿听着，只觉得心口像是被塞了一团乱麻，堵得慌。他看着德宗那张因为过度保养而显得有些苍白的脸，突然觉得这位高高在上的神奇其实矮小的可怜。他读了一辈子的圣贤书，书里说尧舜之君德是能包容万物的，可眼前的这位竟然连一张长得不一样的脸都容不下。这种高层逻辑的崩塌，是对钟馗这种理想主义者最致命的一击。他原本以为只要他足够优秀，就能打破门第，打破偏见，甚至能打破老天爷给他开的这个长相上的恶劣玩笑。可现在他明白了，在这套审美 KPI 面前，他所有的努力都成了笑话。这就好比您费尽心思研发了一款改变世界的药，结果老板说这药片的颜色不够马卡龙，不够少女心，所以不能上线。这种荒谬感是能把一个正常人逼疯的。德宗这时候似乎也觉得自己说的有点太露骨了，又假惺惺的补了一句，朕也是为了你好，若真让你当了状元，往后这同僚间的排挤流言，怕是能把你给淹了。朕赐你白金100两，归乡去吧，做一个富家翁，岂不美哉？您各位瞧瞧，这叫什么？这叫杀人还要诛心。他把这种对他人的职场霸凌包装成了一种慈悲的劝退，他把钟馗这种有凌云之志的人当成了一个可以用100两白金打发的叫花子。这种权力的居高临下，这种对他人志向的彻底蔑视，才是真正的非理性的恶。德宗李阔在那儿摆了摆手，就像是赶走一只讨人嫌的苍蝇。他那龙袍下的脚微微晃着，心里可能已经在物色下一个长得俊美、文章也还凑合的体面状元了。在他眼里，这大唐的江山就像是一出大戏，他这个导演只需要最完美的布景和最漂亮的演员，至于戏里头唱的是什么，有没有真功夫，那都不重要。这种把审美神圣化、把人才工具化的决策逻辑，其实已经为后来大唐的衰败埋下了伏笔。当一个帝国的高层开始把精力花在这些虚头巴脑的视觉 KPI 上时，
那些真正有脊梁、有本事的钟馗们，就只能被逼到悬崖边上，或者干脆被逼成鬼。钟馗的呼吸沉重的像是拉风箱，他死死地盯着德宗那张毫无表情的脸，他在那张脸上看不到一个帝王的担当，只看到了一个精致利己者的自私。他明白了，他不是败给了裴叔，也不是败给了那帮沉默的同僚，他是败给了这个时代的最高审美权。这种权力的无情，是任何逻辑和才华都无法穿透的。这种绝望让他觉得这金銮殿上的每一根柱子都像是一根根竖起来的墓碑。这部分关于德宗李阔那荒谬的审美 KPI 以及高层决策中非理性权重的拆解，您觉得是不是揭开了那种大老板逻辑的伪善面具？这种被门面功夫毁掉的职业理想，是否让您感到了一种从心底泛起的悲哀？如果您点头，那接下来咱就得看钟馗如何在这节节败退的心理防线中进行最后那场惊天动地的自毁式的反击了。这部分关于皇帝那荒诞的审美决策逻辑拆解，您觉得满意吗？是否有需要微调之处？接下来这第7部分，钟馗可就要从万念俱灰里憋出一个惊天的大动静了。咱们书接上回，且说那唐德宗李阔轻飘飘的一句归乡去吧，像是给这金銮殿上的闹剧画了个自以为圆满的句号。可您各位咂摸咂摸，这对于一个苦读寒窗20载，一心只想报效国家的钟馗来说，这哪是放人一条生路，这分明是当众宣判了他的社会性死亡。钟馗站在那冷冰冰的金砖上，耳边是皇帝那满不在乎的驱赶声，眼前是那百两白金晃眼的白光，他觉得那光不像是赏赐，倒像是灵堂里扎人的纸钱。换作旁人，兴许也就谢恩滚蛋了，可钟馗骨子里长的是那一根傲骨，他还没死心，他还想在这权力的铁幕上再撞出一道缝来。他那张铁青的脸剧烈地抽搐了一下，猛地往前跨了一大步，那步子重得让周围的内侍都吓得往后一缩。他嗓音嘶哑，像是从胸腔深处呕出来的一股子热气，高声喊道：“陛下，微臣自幼家贫，孤灯冷灶，读的是《论语》《孟子》，求的是王霸之略。臣之文章，字字呕心沥血，关乎社稷安危、百姓生计。圣人云不可以貌取人，当年晏婴短小却能象棋，周昌口吃却能定汉。臣虽貌丑，然腹中有甲兵万千，足以荡平藩镇之乱。陛下若仅因皮囊之意而弃微臣于草莽，岂不令天下志士寒心，令大唐礼法蒙羞吗？”这一番话，钟馗说的是字字千钧，那是他最后的据理力争。他在这一瞬间，把自己这辈子读过的圣贤书、信过的圣贤礼，全都当成子弹打出去了。他试图用这千年传承的逻辑，去对抗眼前这荒诞的审美偏见。这在职场博弈里，就是一个被不公正对待的骨干员工，在做最后的申诉。他以为只要逻辑够硬，先例够多，情真意切，就能唤醒高层那点稀薄的良知。可他忘了，当规则的制定者本身就不讲理的时候，你越是有理，在他们眼里就越是刺耳头，越是显得你狂妄自大，不识抬举。德宗李阔的脸色从刚才的戏谑瞬间沉了下来，那一对龙目里透出了极其危险的寒光。在他眼里，钟馗这不是在申诉，这是在当众打他这个皇帝的脸，是在教他怎么当皇帝。这种逻辑碰撞带来的不是理解，而是权力受损后的恼羞成怒。钟馗看着皇帝那越来越阴沉的脸，心里头那根撑着希望的柱子开始咔嚓咔嚓的裂缝了。他转过头，看向那些平日里自诩清流的谏官们，眼神里带着一丝近乎哀求的渴望，希望有人能站出来，哪怕只是帮腔说一句陛下三思。可结果呢？那些大人们一个个把头埋得更低了，有人甚至往后退了半步，
像是怕钟馗身上的风气传染给了自己。这种在大是大非面前的集体逃避，让钟馗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荒谬。他突然想起《礼记》里讲的那些公义，想起孔夫子说的“知其不可而为之”。在这一刻，这些神圣的字眼在他脑子里全碎了，碎成了一地扎心的玻璃渣子。他发现自己追求了一辈子的东西，在这个金碧辉煌的大殿里，连个响动都听不见。这种心理防线的节节败退，不是因为敌人太强大，而是因为他发现自己保护的那个世界，压根儿就不想要他这种人。这种万念俱灰的过程，就像是把你整个人慢慢推进一个没光的深渊。钟馗的呼吸开始变得急促且杂乱，他看着裴叔那张充满嘲弄的脸，看着那面还摆在不远处的铜镜，他突然觉得这些东西都变得虚幻起来。他想起出发前妹妹给他缝的护膝，想起乡亲们凑的那袋子干粮，那些温热的人情味儿，在这冷冰冰的金銮殿里，竟然成了最沉重的债。他原本以为状元及第能换来家族的荣光，能让妹妹嫁个好人家，能让苦了一辈子的双亲在九泉之下合上眼。可现在，他只能带着这一张被皇帝亲口嫌弃的鬼脸，灰溜溜的滚回老家去。那老家的人会怎么看他？那些等他捷报的人会怎么笑他？这种预见性的绝望，比当下的羞辱还要杀人。他觉得自己像是一只在风暴里挣扎了半天的小船，好不容易见着了彼岸，却发现那岸上站满了拿着叉子要把他推回海里的人。这时候，裴叔又阴恻恻地补了一句：“钟生，圣上恩典已下，你却在此咆哮金殿，难道是想逼宫不成？你那文章写得再好，若是心无敬畏，不懂尊卑，也不过是乱臣贼子的雏形罢了。”这一句话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裴叔太懂杀心了，他知道钟馗最在乎名节，所以他偏要往不忠不义上引。钟馗那原本还在颤抖的身子，在那一瞬间突然僵住了。那种愤怒到了极致，绝望到了极致后的反转，让他整个人透出一股子死寂般的平静。他不再争辩了，因为他看清了这大殿里每一个人的底色，那是一群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正在分食一个理想主义者的残骸。他的信仰崩塌了，不是碎了一块，是整座大厦轰然倒地。在大堂这绚烂至极的盛世外壳下，他看到了那最恶臭的腐朽。钟馗慢慢的挺直了腰杆，他的眼神不再是看皇帝，也不再是看同僚，而是穿透了这厚厚的殿墙，看向了那不可知的虚无。那是一种从心底里生出来的，要把这虚伪世界一起带进地狱的决绝。这在心理学上叫毁灭性爆发前夕，当一个人发现所有合法的诉求通道都被堵死，当他发现自己最珍视的自尊被当成垃圾践踏时，他唯一的选择就是用自己的生命作为最后的重锤，去砸碎这个虚假的美梦。钟馗那一刻的神情，据后世那些见过他鬼神之相的人传言，那是双目泣血，发指冲冠。他已经不再是一个考生了，他是一个觉醒的冤魂，正准备用肉体和灵魂的最后能量，给这大唐盛世留下一个永远无法抹去的血色烙印。您各位咂摸咂摸，这得是多大的冤屈，才能让一个圣贤门徒决定用最惨烈的方式去完成这职场的最后结算。他那厚实的手掌死死地扣住了面前的一根白玉石柱，那石柱凉彻心扉，却压不住他头顶那股子腾腾而起的怒火。他回想起自己这一路上的风霜雨雪，想起自己那些挑灯看剑的夜晚，所有的画面在那一刻都化作了嘲笑。他觉得自己这一辈子就是一个巨大的笑话，而这个笑话的结尾，他得自己来写，写得惊天动地，写得让这大殿里的每一个人余生只要闭上眼就能看见他的血。这种从据理力争
到万念俱灰，再到向死而生的心理轨迹，其实就是寒门子弟在面对无法撼动的阶层壁垒时，最壮烈也最无奈的自毁。您说，当钟馗决定撞向那根柱子的时候，他心里是在恨皇帝，还是在恨这面不公的镜子，亦或是恨自己这空有一身才华却无处安放的灵魂？这部分关于钟馗心理防线如何从最后的挣扎到彻底崩塌的拆解，您觉得这股子绝望感透出来了吗？那种被逼入死胡同，连圣贤书都救不了命的荒谬，是否让您也感到了一阵胸闷？如果您点头，那接下来咱们就得聊聊那惊天动地的一撞，那根象征权力的柱子是怎么接住这一腔热血的？这一节拆解的您还满意吗？是否有需要微调，或者是加重某一层心理剥离的地方？确认之后，咱就进入那最炸裂的第8部分了。咱们书接上回，且说那金銮殿内的空气，此时已经粘稠的像是凝固了的猪油，压得人喉咙眼发紧。钟馗站在那儿，裴叔那句乱臣贼子的构陷还在梁柱间余音绕梁。德宗李阔那抹厌恶的眼神，像是一把生了锈的钝刀，正一点点拉断钟馗心里最后那根求生的弦。您各位咂摸，这世间最惨烈的事儿，莫过于一个把中军当成命根子的读书人，发现自己捧出去的一颗红心，在主子眼里连个响屁都不如。钟馗此时的眼神变了，原先那股子祈求公道的热乎气儿全散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深不见底的漆黑，像是荒野里烧尽了的炭火，透着股子让人脊梁骨发凉的死志。他猛地一抬头，最后看了一眼那高高在上的龙椅，又看了一眼两旁那些缩着脖子连大气都不敢喘的同僚们，他突然咧嘴笑了。那笑声极其短促，沙哑的像是砂纸磨过生铁，惊得大殿顶上的灰尘都簌簌往下掉。这哪是笑啊，这分明是一个被逼入死胡同的灵魂对这荒唐盛世发出的最后一声嘲弄。就在这一刹那，钟馗动了，他那宽大魁梧的身躯在那一刻爆发出一种近乎疯狂的力量，像是一头受了重伤却要拉着猎人同归于尽的猛虎。他没有跪下谢恩，也没有转身离去，而是死死地盯住了大殿中央那一根核爆粗的盘龙金漆大柱。您各位得知道，这宫殿里的柱子在咱们老百姓眼里是撑房顶的，可在这些读书人和权贵眼里，那是权力的骨架，是天界威严的脊梁。据历代神仙通鉴里头那寥寥几笔的勾勒，钟馗那一刻的神情当真是怒发冲冠，目裂流血。他这种反击不是为了杀人，而是为了杀心。他要用自己这副被嫌弃的皮囊去撞碎这根象征着至高无上却又冷酷无情的权力图腾。这就是职场里最惨烈的一种自毁式离职。我不要你的赔偿金，我不要你的推荐信，我要把我这满腔的热血建在你最引以为傲的办公大楼 logo 上，让你这辈子只要一上班就能闻到那股子洗不掉的冤情味儿。钟馗这一冲，快得像是一道劈开黑暗的雷霆。他那铁面裘鬓的脸庞，在冲向柱子的那一瞬间，竟然有了一种圣洁的悲剧性的光辉。他在想什么？他可能在想那一页页在豆油灯下翻烂了的春秋，想那些关于士为知己者死的豪言壮语，想他那还没过门指望哥哥带回凤冠霞帔的妹妹。所有的希望，所有的屈辱，所有的才华，在那一刻全都浓缩成了额头上青筋暴起的那一股子劲儿。这一撞不是撞向木头和金漆，它是撞向这大唐盛世最虚伪的那层皮，撞向那以貌取人的恶俗，撞向那高高在上的不公。就在他的额头撞向那冰冷坚硬的石柱核心时，整个金銮殿仿佛都跟着颤了3颤。那是砰的一声闷响，沉重的像是从地心传来的鼓声，震得德宗李阔手里的玉笔啪嗒掉在了案几上，
震得裴叔那张老脸瞬间变得煞白。鲜血，那是如岩浆般滚烫，如红梅般刺眼的鲜血，瞬间就在那金灿灿的盘龙柱上炸开了花。那血顺着龙纹往下淌，把那些象征吉祥、象征权力的金鳞给染得一片狼藉。钟馗那宽大的身躯摇晃了2下，像是一座崩塌的山岳，缓缓地、重重地倒在了那冷冰冰的金砖地上。他的眼睛还没闭上，依然死死地盯着那面不远处的铜镜，那一抹红，在那磨得锃亮的镜面里折射出一道凄厉的弧光。您各位咂摸咂摸，这一撞，钟馗把这一辈子的冤屈都撞出来了。这哪是寻死啊？这分明是寒门学子对顶级权力阶层最决绝的一次实名举报。他用命告诉这大殿里的每一个人，你们嫌我丑，你们嫌我碍眼，那我就用这最丑、最血淋淋的姿态，永远的定在你们的记忆里。这时候，大殿里终于不再是死寂了，而是一片惊恐的骚乱。内侍们尖叫着乱窜，百官们交头接耳，面如土色，有的甚至连官帽都戴歪了。德宗李阔坐在龙椅上，脸上的肌肉在不停的抖动，他看着那根被血染红的柱子，心里头升起一股子说不清道不明的恐惧。他怕的不是死了一个钟馗，他怕的是这种不受控制的、能够牺牲生命去挑战规则的力量。这种力量让他苦苦经营的那套审美、KPI 和权力秩序，在那一瞬间显得多么的可笑和脆弱。他原本想要的是一个听话的、体面的状元，结果却得到了一个死在殿前、把血溅了一地的厉鬼。这就是权力者最大的失算，他们以为可以随意践踏弱者的尊严，却不知道，当尊严被逼到绝路时，它会化作一把最锋利的尖刀，刺穿所有虚伪的繁华。钟馗倒在血泊里，他的灵魂仿佛在那一刻已经脱离了这副被嫌弃的皮囊。他看着周围那些惶恐的、虚伪的脸，感觉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解脱。他不再需要去迎合谁的眼光，不再需要去解释自己的策论，这满殿的衣冠禽兽终究要在他这滩血面前低头。这其实就是职场中极度压抑后的终极博弈，当一个人连命都不要的时候，他就成了规则之外的神。钟馗这一撞，撞开了阴阳两界的门缝，也撞碎了那套延续了100年的官场潜规则。那根柱子依然稳稳地立在那儿，可谁都知道，它再也不是那个纯粹的象征了。它被钟馗的血浸透了，成了一个永远无法抹除的耻辱架。您各位咂摸咂摸，这得是多大的气性，才能让一个读书人选择这种玉石俱焚的方式？这种自毁式的反击，是最后的一块遮羞布被撕开后的呐喊。钟馗用自己的命给这大唐盛世做了一个最残酷的注脚。如果一个时代容不下一张长得不一样的脸，那这个时代本身就是畸形的。他在那血泊中最后的一丝意识，或许是看到了家乡那条清澈的小溪，看到了妹妹在那儿洗衣服的背影。他解脱了，可这大殿里的人，他们的噩梦才刚刚开始。您说，当那皇帝老儿夜深人静，看着那根还没擦干净血迹的柱子时，他心里头的有多虚？他难道就没想过，这世间除了他那套长相 KPI， 还有一种叫做报应的逻辑吗？这部分关于钟馗那一撞的细节拆解，以及这种自毁式反击背后那种杀敌800自损1000的悲剧逻辑，您觉得写得够不够味儿？那种热血溅金柱的画面感，是否让您也感觉到了一阵心惊肉跳？如果您觉得这股子劲儿对了，那下一部分咱们就得看看钟馗倒下后，那些活着的人是怎么演那场名誉止损的虚伪大戏的。这部分内容您还满意吗？是否有需要再精雕细琢，或者加重笔墨去写那根柱子象征意义的地方？确认后，咱继续往后连载。咱们书接上回，且说那金銮殿的石柱子上，那一抹嫣红的鲜血顺着金鳞龙纹滴答
滴答的往地砖缝里钻，每一下都像是砸在满朝文武的心尖上。钟馗那宽大的身躯仰面朝天，那一对铜铃大眼还没合严实，就那么直勾勾的盯着大殿顶上的藻井，像是要把这盛世大堂的房顶给看穿了个窟窿。您各位咂摸，这时候店里的气氛，那可真是比乱葬岗子还要邪性。刚才还跟着裴叔一起起哄，斜着眼珠子看笑话的那些大人，这时候个个像是被雷劈了的木鸡，有的手里的护板都吓掉了，有的两腿战，恨不得把自个儿缩进那厚厚的朝服里。德宗李阔坐在高位上，刚才那股子嫌弃的劲儿早飞到了九霄云外，剩下的全是那后几辆鼓冒凉气的惊恐。这哪是死了一个落榜生啊，这分明是当着老天爷的面，把这大唐王朝以貌取人的遮羞布给撕了个稀碎。这大殿里的寂静没持续多久，就被一阵急促且虚伪的哭喊声给打破了。您瞧，这时候最先反应过来的，还是那些玩了一辈子政治的老狐狸。德宗李阔在那儿猛地一拍龙案，震得那掉在地上的玉笔又滚了2圈。他颤着声喊道：“哎呀！朕之痛也，朕之失也！快传太医，传朕的御医，务必救活这位旷世奇才。您听听，这词儿变多快！刚才还说是惊了圣驾的丑鬼，这一转头，钟馗就成了旷世奇才了。这其实就是职场里最典型的危机公关逻辑。当一个极具影响力的牺牲者出现，且这个牺牲是由管理者的决策失误造成时，管理者第一反应绝不是认错，而是通过一种极度夸张的表演，试图把自己从加害者伪装成同情者。这种延迟的正义，说白了就是一种名誉止损的买卖。裴叔这老东西，不愧是钻研了一辈子眼色学的高手，他一瞧皇帝转了调子，那反应比兔子还快。他竟然扑通一声跪在钟馗那滩还没凉透的血泊边上，那是真豁出去了，连那昂贵的绯色官袍沾了血都不顾了。他扯着脖子哀嚎：“钟生啊，你何苦如此啊？老夫刚才那番话，那是为了磨练你的心智，那是想让你知道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啊！谁料你性子如此刚烈，竟误解了老夫的一片苦心呐！您各位瞧瞧，这老脸皮厚的能挡住羽林军的长枪。”他把刚才那种刻毒的羞辱，硬生生的掰成了职场导师的考验。这就是公关逻辑里的动机重塑，只要死人开不了口，所有的恶意都能被解释成为了你好。德宗李阔看着这一地的鸡飞狗跳，心里头其实清楚得很，这钟馗是就不回来了。可这戏还得往下唱，而且得唱得大，唱得响。他心里盘算着，这要是传出去，说大唐状元因为长得丑被皇帝逼死在金殿，那四方夷狄会怎么看？天下的读书人会怎么想？这不成了大唐建国以来最大的政治公关事故了吗？于是这皇帝老儿眼珠子一转，当场下了几道让满朝文武都目瞪口呆的旨意。据历代神仙通鉴里头隐约的记载，德宗不仅没有治钟馗咆哮金殿的罪，反而大笔一挥，追封钟馗为驱邪斩物状元，还赐了一身正义品的绿袍。您各位咂摸，这绿袍可不是随便穿的，那是正经的重臣待遇。这一招叫封官许愿给鬼看，其实是做给活人瞧的。他要让天下的读书人觉得，朕还是爱才的。钟馗虽然死了，可朕给了他最高的荣誉。这种正义来得比秋后的蚂蚱还迟，可他在官方的文书里却能被修饰成一种皇恩浩荡的悲剧美学。这种事后的补偿，本质上是一种极其廉价的收买。德宗李阔甚至还命人把钟馗的尸首用上好的楠木棺材收敛了，发还原籍，还给他的家属拨了一大笔抚恤金。这种做法在现代职场里也屡见不鲜，
当一个员工被超负荷的工作或者不公正的对待逼出了心理问题，甚至走上了绝路，公司往往会办一个隆重的追思会，发一笔丰厚的慰问金，甚至给这位员工立一个优秀标兵的牌坊。可您想过没有，如果这种尊重能在钟馗撞柱子之前给1分，哪怕只是在那面铜镜前少说一句损话，这一条活生生的人命，这一腔报国的热血，至于洒在这冰冷的金砖上吗？这种延迟的正义，其实是对正义本身最大的侮辱。它掩盖了体制的崩坏，它让加害者通过花钱、花名分的方式，买到了心理上的安宁。钟馗那具冰冷的尸体被抬出大殿的时候，裴叔还搁那儿抹眼泪呢，可那眼泪掉在地砖上，瞬间就干了，没留下一丁点儿痕迹。那些沉默的同僚们，这时候也纷纷换了副嘴脸，有的感慨钟兄文采冠绝，有的唏嘘上天不公，仿佛刚才那个看戏冷眼旁观的人根本就不是他们。这种集体性的公关表演构成了一场宏大且荒诞的黑色幽默。他们把钟馗的死当成了一个可以消费的谈资，一个可以用来彰显自己同情心的筹码。这大唐的繁华在那一刻就像是一个浓妆艳抹的戏子，脸上的粉底掉了一块，露出了里头灰败腐朽的底色。最让咱们这些看戏的人脊骨发凉的是，德宗李阔在做完这一切名誉止损的动作后，竟然还要求史官在记这件事的时候，要把重点放在钟馗的刚烈和皇帝的惜才上。您看，这历史的笔杆子，有时候就是权力的化妆刷。他想让后世记住的是一个双向奔赴的悲剧，而不是一场赤裸裸的职场霸凌。钟馗在那冰冷的黄泉路上，要是回头瞅一眼这金銮殿上的众生相，估计得气得再死一回。这种正义的延迟，其实就是为了让活着的人能心安理得的继续这种错误的逻辑。您说，这世界上的正义如果总是要靠命去换，如果总是要等血冷了才给名分，那这种正义还有多少嚼头？这就是管理者最虚伪的逻辑，他们宁愿给一个死人封神，也不愿给一个活人尊严。钟馗的血虽然被洗掉了，可那股子冤气已经渗进了大唐的国运里。这部分关于事后公关的拆解，以及对那种名誉补偿虚伪性的剥离，您觉得是不是揭开了那些权势者最后的一层皮？这种在血迹上粉饰太平的手段，是否让您感到了一种从心底泛起的恶心？如果您点头，那接下来咱就该聊聊这整场戏的终极反转了。钟馗是怎么在阴间那个更讲硬核实力的职场里，完成他那惊天动地的翻盘的？这一节的内容、字数和深度，您看还成吗？那种事后诸葛亮，实则修补门面的官场套路，是否拆解到了位？确认后，咱可就推开鬼门关，看钟馗大闹幽冥了。咱们书接上回，且说那大明宫里的血迹还没干透，德宗李阔的封赏诏书还在那楠木棺材上贴着，钟馗那缕不散的忠魂已经在那黄泉路上晃悠到了鬼门关前。您各位咂摸，这世间的道理要是真就在那金銮殿上断了，那这老天爷可就真成了睁眼瞎了。钟馗这一死，那是带着满腔的冤孽和一腔子读透了圣贤书的傲气走的。他这一进阴间，脚底下踩的不再是那虚伪的金砖，而是实打实的黑土地。就在这阴阳交界的地方，钟馗原本以为自己还得在那儿排着队，等那阎王老爷再来一回形象公关的审判。可谁成想，这阴曹地府里的职场逻辑跟那大唐朝廷完全是掉了个个。在那儿，没人管你穿什么官袍，没人管你是不是长了张经圣驾的脸，那里头讲的是实打实的能量场，讲的是您这灵魂到底有没有那个镇得住场子的乾坤气。钟馗这一露面，那真叫一个满座皆惊，可这惊不是厌恶，而是那种对顶级高手的敬畏。
据历代神仙通鉴和天中记里头隐约透出的消息，那地府里的森罗宝殿，平日里也是乱糟糟的一锅粥。那些在阳间横行霸道、满肚子鬼胎的恶徒，死后到了这儿，还想着靠那点阳间的官威和油华来钻空子。阎罗王正为这帮不服管教的刺儿头头疼呢，冷不丁打眼一瞧，只见这黑雾缭绕中走出一个抱头环眼、须发炸裂的伪男子。钟馗那额头上还没干透的血迹，在那幽冥的火光映照下，竟然化作了一道暗红色的神光。阎罗王是何等的人物？他看人的眼光可不像德宗李阔那么肤浅。他一瞧钟馗，瞧见的不是那张奇异的脸，而是这张脸背后那种能让群魔丧胆的刚正之气，是那种宁愿撞柱而死，也不肯对偏见低头的绝世风骨。这时候，地府里的职场晋升逻辑就开始显灵了。您在阳间因为长得野而被当成怪物，到了这儿，这种野恰恰就是最顶级的威慑力。阎罗王心里头那本账算得可清了，这大唐朝廷既然有眼无珠，把这么一个文武双全、刚烈正直的奇才给撵了出来，那朕正好照单全收。这在咱们现代职场里，就是那种被看重形象美学的大厂给裁掉的硬核技术大佬，转头就被那更看重安全防控和攻坚能力的新兴巨头给高薪挖走了。钟馗这种人天生就不是为了在那金銮殿上当摆设的，他这种性格就得在这最黑暗、最混乱的地方去当那个定海神针。阎罗王当即一拍惊堂木，这一声响比德宗李阔那软绵绵的掌声可响亮多了，震得整座森罗殿都跟着晃了3晃。阎王大喝一声：钟声！阳间负你，阴间补你。朕封你为驱魔大神，赐你清风宝剑，领鬼王之衔，巡游人间，专管那阳间管不了的不平事，专杀那法网漏掉的人间鬼。钟馗接过那把冷冰冰、沉甸甸的宝剑时，他心里那块压了20年的大石头终于算是落了地。他低头看了看那幽冥之水照出来的倒影，还是那张脸，还是那丛须，可这一回他没觉得自卑，也没觉得憋屈。他发现，当一个人的价值不再被那些虚头巴脑的审美 KPI 给束缚时，这种自由才是真正的解脱。这叫什么？这叫一别两宽，各自欢喜。阳间那帮人爱怎么演公关大戏就随他们去吧，德宗李阔爱怎么追风绿袍就由他折腾吧。钟馗明白，他已经跳出了那个由偏见和权力构筑的歧视链。他在阴间这个硬核职场里完成了一场最漂亮的终极翻盘。那些曾经嘲笑他、排挤他、无视他的文官武将们，他们老了、死了，到了这儿不还得低着头恭恭敬敬地叫他一声钟爷。这一场博弈的结局透着一股子让人热血沸腾的宿命感。钟馗死后非但没有消失，反而成了一个跨越千年的文化符号。您各位瞧瞧，直到现在谁家门口不贴着这位冒丑的大神来保平安？谁敢说他那张脸不合体面？在历史的长河里，德宗李阔那点可怜的审美坚持早就成了史书里的笑谈，可钟馗这种丑到了极致便是神的力量却成了咱们老百姓心里的定盘星。这其实是在告诉咱们一个最深刻的处世智慧：如果您现在的环境容不下您的才华，如果您正因为某些莫名其妙的潜规则而被边缘化，先别急着跟那根柱子过不去。这世界上总有一个赛道是不看脸，只看实力的。环境决定了价值的实现，换个赛道，您可能就是那个让群魔避睢的王。钟馗在那冥界任职后的第一件事，据说是回了趟家。他没带什么金银珠宝，而是带着一身的神通去看了看那个还在为他流泪的妹妹。那一刻，他不再是那个被辞退的失败者，他是这天地间最威风的守护神。
这种翻盘不是为了报复，而是为了证明真正的体面不在那身蟒袍上，也不在那面铜镜里，而是在这一腔哪怕变成鬼也不肯凉掉的浩然正气里。这就是钟馗给咱们留下的最后一份爆料。在这世间的权力局里，您可以输掉皮囊，可以输掉名位，但只要您不输掉那股子不服输的魂灵，老天爷总会给您留一个能惊天动地的后手。这一出钟馗电视博弈局聊到这儿，也算是功德圆满了。咱们从那繁花似锦的大唐金殿聊到了这阴森却公正的幽冥宝殿，从那杀人不见血的形象御审聊到了这硬核翻身的冥界任职。您各位咂摸咂摸，这世间的鬼其实哪有那殿上的那些人可怕？而这世间的正义虽说有时候会迟到，会让人撞得头破血流，但它终究会换一种方式，在那最黑暗的地方给每一个有傲骨的人留一盏灯。